美国的涉台法案是些什么东西？虚张声势恐怕只能是我们眼中的笑料。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几天看新闻好像是出了大事儿，在很多媒体上都有报道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多项法案，包括2023年台湾冲突遏制法、2023年不歧视台湾法，还有一个保护台湾法等等，前后是11个法案。那么根据国内有些媒体的说法呢，说这些法案其中尤其是那个台湾冲突遏制法，要授权美国政府一旦解放军开展对台军事行动，那么美国政府就会没收中国政府、中资企业还有不管什么国籍的华人在美国的资产。我一想，美国这个众议院到了共和党手里，胆子怎么变这么大了？而且这些条款貌似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不利啊，明摆着是逼着中国从美国撤资嘛。同时这等于是明确要求所有中国人和华裔赶紧带着资本带着技术从美国离开，回到中国。那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会继续增加，人才回流中国会继续加速。而且如果不管什么国籍的华裔，美国都敢没收其财产的话，那美国以后会跟太多的国家打外交官司，怎么会有这种好事？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法案的全文还有状态，看完之后就发现这个法案的条款跟咱们网上看到的还挺不一样的。首先呢，这个法案又是2个共和党议员首先挑出来的，最近闹得最凶的一直是这些共和党。目前呢是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通过，提交给了众议院，离众议院表决还早呢。而且按照美国国会的新规矩，任何一个议员一个人就可以对法案提出延迟表决的要求，可以阻止众议院投票表决。不像以前要阻止表决至少要5个人联名才行。所以等着瞧吧，肯定会有人说这个法案过于激进了，还会有人说这个法案不够激进，跳刺的人多了去了。等走完众议院的投票流程啊，估计用的时间够美国铁路出轨5000次了。就算是众议院那儿过了关，后边还有参议院还有总统批准这个环节，哪个环节过不去就要把前面的重新再来一遍。过去那个台湾政策法折腾2年之后，不就这么被折腾没了吗？而且台湾冲突遏制法案的内容也基本属于没有意义的，比如说要求解放军对台军事行动开始之后90天内，总统要报告国会解放军的行动对美国构成了什么样的威胁，然后连续3年内要连续性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美国的资产情况，限制美国金融机构为这些个党中央领导干部还有他的直系亲属提供金融服务，没别的内容了。那你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乎美国金融机构的服务吗？而且法案里边还有限制条件呢，比如说如果证明党的领导人的资产是合法的，没有通过腐败方式获得，那就不在制裁之列。这美国众议院金融委员会是要当中国纪检部门的海外分部吗？或者美国总统觉得谁是特别重要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的资产情况也是不能向国会提交相关报告的。可见啊，美国人的胆子还真没有某些媒体吹得那么大。不过美国人的智商也没有咱们的媒体期望的那么低，暂时还没打算搬石头去砸白宫的脚趾头，这倒还是让人有些失望的。